爸的鱼了，鱼他还在下面帮我爸的忙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小鱼。我们昨天不是去摘枇杷叶吗？昨天晚上就已经是喂了第一次喂那些猪拌料喂的，效果是有的。所以说今天早上我是一大早就起来刷那个绒毛，我在网上看了才知道，原来是干着刷那个绒毛比较容易掉，所以呢，我早上刷也是没有弄湿，就直接刷那个枇杷叶背后的绒毛。今天我再搞一点人喝的川贝枇杷膏，大锅这样熬几个小时之后，我再转用其他的锅慢慢把它熬成膏状。想和你说声谢谢，转身笑着离开，不想闹得不愉快，不想不理不睬，我相信爱情。怎么那么大雨还做嘞？搞完了呀。搞完了。哎，湿了没有？换衣服啊，湿了没有？哪里湿？我就说一直看还没回来，一直看还没回来。那你又知道我上来了？我在这里看的，我说我怎么还不上来？我就想下去找你，拿伞。看一下能熬出多少。过了半个小时，已经少了1圈的水了。搅拌一下，我看要多久才可以熬成膏状啊？我刚刚尝了一下，很浓的枇杷叶的味道。这个快递是2021年的，这个快递一直没有拆。当时也是买了那种罐子，我打算做川贝枇杷膏的，因为那时候又忙，所以说都没有做。是这样的一个罐子，用来专门装枇杷膏的。这样的，洗一下，上锅蒸，把这些杀菌消毒。差不多了，再熬一下，有点烫了。好了。冷却之后是膏状，2罐这么多的，1个下午的时间就只弄到2罐这样的，加起来的话应该就只有1个下午只能搞到1罐这个，因为我要给我爸妈1人1罐嘛，所以给他们分开来装了。我爸妈就是平时都会喉咙会有点不舒服，有点痒着这样子的，弄这个给他冲水来喝。我自己尝过之后，感觉是喝了之后喉咙比较舒服一点。但是花的时间也比较多，因为熬那个给猪喝也要好多个小时，我要花1个下午的时间嘛，从开始洗到熬，因为猪也比较多，所以我全部都给他们喂了一遍，所以熬了比较久一点。然后刚好就是这边的熬的差不多好了，猪的那边的也熬好了。喂猪的是用那个大锅来，人吃的这个枇杷膏呢，用我这个那个小小的那个锅来熬的。好了，明天就拿给我爸妈他们了。第一次熬，感觉还是可以的。就是我给玉涛尝了一下，他说跟外面的差不多，就是也挺好喝的。喝了之后他也说是喉咙挺舒服的，确实，今天做的这个我也是挺满意的了。好了，视频先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我们这里又下雨了。